推墙，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0月3号。我们今天的节目依然是从川普总统他本人检测新冠病毒患上阳性，从川普总统他中招这件事谈起。这个美国历史上每次到总统大选年都有一个所谓惊奇10月的这么一个说法。所谓惊奇10月呢，就是因为美国总统的大选呢都在11月份的第一周。那么10月份作为大选前最后的一个月，往往会发生一些突如其来的事件，这些事件都有可能影响到大选。这些事件可能是政治的，可能是经济的，也可能是军事的，就是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有可能直接影响到大选的结果。那么今年这个惊奇10月会发生什么呢？在这个之前我们呢也很难预测。但是10月的第一天，也就是10月1号，就发生了什么？发生了川普总统直接感染上病毒，导致他自己前半个月根本就不能工作，或者是这半个月虽然他的身体能扛得住，仍然能工作，但是对大选的影响简直是太大了。也就是川普总统感染，而且不是一个人感染，是整个一个团队感染，夫妻之间感染，和他的整个竞选团队里面多位人员感染。因此这个病毒的这种打击，这个惊奇10月在第一天的显现，它实际上跟历史上所发生的很多大选的那些总统竞选人被别人投毒被别人刺杀被别人枪击跟这个事件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说川普总统怎么会在惊奇10月的第一天就受到如此大的攻击呢？这个攻击是来自于何方呢？川普总统的幕僚，他的政策内参名叫布莱尔·布兰特，他呢就发表了一个推文，他这个推文上明确就点出了对川普总统进行袭击的是来自于中国共产党。他说是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总统发动了一个生物攻击，也就是他明确就把这个罪魁祸首点出来，就是中共干的。为什么说是中共干的？有没有这方面的理由？目前我相信美国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都在紧急调查。大家都知道，川普总统在最近，也就是在大选前，每个礼拜他都飞往美国各个州，在美国各个州进行竞选造势的这个过程中呢，川普总统很难拒绝那些上来呢和他那些热情拥抱和以及对他进行欢呼的观众。川普总统没办法拒绝这些热情的选民嘛，更不可能要求选民你们必须都检测过，你们只有检测过有合格的报告才可以进入竞选现场。要在中国，在专制社会，肯定的接触领袖跟领袖必须要隔多少米距离，而且这些人必须是保证安全的，保证他们都是健康合格的。美国没办法提这种要求，而且川普总统他也很难要求他的支持者们你们把口罩都戴好，因为川普总统他自己在很多场合他没有戴口罩，也是因为什么？他觉得口罩可能遮挡了他的形象，和他的这些支持者们靠在一起呢，川普总统觉得不够亲切。我觉得一定是有这方面的因素。按照川普总统讲，他身上随时都装着口罩，在需要戴的时候他会戴上。Recently, you have cited the issue of waiters touching their masks and touching plates. Are you questioning No, I think the masks efficacy are okay. of You have to masks? understand, if you look, I mean, I have a mask right here. I put a mask on, when I think I need it. Tonight, as an example, everybody's had a test, and you've had social distancing and all of the things that you have to, but I wear masks when needed. When needed, I wear masks. Okay. 但是尤其是他在接见他的支持者们的时候，他很难把这个口罩都戴上。那么这个攻击者来自于何方？我觉得一定是中共派出了专门的人员，这些人员可能是收买的白人，也可能就是华人，混在这些支持的民众中。这些民众呢，试图呢能接近川普。那么接近川普的可能性呢比较小，因为川普有这个总统卫队，有严格的安保，要想接近川普，要想把这个病菌传染给川普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从哪里打开缺口呢？可以从川普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很快就瞄准了川普的这个竞选助理、竞选主任嘛。因为川普的这个竞选助理跟他的太太第一夫人梅达利亚是好朋友，因为他本人也是模特出身，跟梅达利亚由于是好朋友，也就是说他如果感染上，就会传染给梅拉利亚。传染给第一夫人，那么川普总统被传染上的概率就非常非常高了。所以说整个事件可以看出是中共或者是中共指使的人员精心策划。当然了，我现在讲的都没有什么根据了，在日后有什么证据出来，我相信会逐步的浮出水面。我们只是一种分析，因为川普总统白宫的这个幕僚，这个政策内参布兰特，他发的推文就明确指出是中国共产党对总统发动了生物袭击嘛。我相信他讲这个话一定是有一定根据和来源的嘛。也就是我们分析是应当有人有病菌携带者，不是一个病菌携带者，可能是一群病菌的携带者，他们呢试图接近川普总统身边，
跟川普总统有密切接触的那些工作人员，包括川普总统的竞选助理、竞选主任，以及跟梅拉利亚有良好关系的那些闺蜜，有的都是工作上直接有联系的那些工作人员，想方设法传染给这些人。然后这些人因为跟梅拉利亚和川普总统有工作关系，他们接触的非常密切，所以说这些人一旦感染上，毫无疑问来讲就会传染给第一夫人，然后再传染给川普总统。这个是一个传染链，这个链条上面只要有一环搭上，那么别的几个环都会染上。所以说川普总统他最终被感染上，多半就是这么一个途径。那么对于是不是中共他精心安排的这个计划，我相信美国中情局最终会给出一个调查结果。如果是中共的话，那么习近平你就等到无人机斩首吧。川普在这一次中了这个招以后，他只要能缓过劲来以后，他无论如何他要报这一箭之仇，绝对不可能这件事情就了结的。本来川普总统就讲过，一定要找中共清算，现在直接把这个病毒已经感染到川普总统他们夫妇两口子身上了，川普的家庭已经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自己本人都受到了伤害，那么川普还能不找你中共算账吗？只是就说中共这个方式可能做的比较巧妙，还需要美国有一定的侦查时间。但是很多问题我们稍微分析一下，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大致的端倪了。为什么民主党的高层，所有民主党的高官没有人中招，而现在被感染的基本上都是共和党，基本上都是川普竞选团队的各个幕僚和川普总统身边的这些高级官员？为什么都是共和党和川普总统他身边的官员呢？也就是这些人一直是在川普总统身边的工作人员上面动手，民主党的人很少有人感染上，无论是拜登还是希拉里还是奥巴马还是南希·佩洛西，所有民主党的高官他们基本上没有一个人感染上。而中共，你看中共正部级以上的官员听说感染的都很少，至于政治局委员和中南海的官员没有一个人感染。为什么中国是这个武汉病毒的源头，而中共的高官一个都不会被感染上呢？说明中共他可能这个病毒就是他在实验室里面制造，甚至他们这个病毒在制造的过程中就已经有了疫苗，而这些疫苗肯定给中共高级官员，达到相当级别的官员，至少是中央委员以上的人，他们可以使用，所以说就确保了中共的高层他们没有人被感染上嘛。而民主党的很多高级官员说不准也接受了中共给他们的这种防范疫苗，他们只是不会告诉你川普总统，不会告诉共和党而已。这个当然都是我们的猜测了，没有什么证据，这个需要美国最终拿出证据来。只是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猜测，就是为什么中共的高级官员没有人感染，民主党的高层官员也没有人感染，而川普总统和川普总统的幕僚以及整个共和党的高层有很多人都被传染上。而且这个传染一定是通过第一夫人入手，通过第一夫人的闺蜜圈，通过第一夫人的这些交友圈，通过他们传染给第一夫人以后，最终传染给川普总统。因为大家都知道第一夫人可能这方面是疏于防范的，他不像川普总统有那么严密的一个安保队伍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病毒通过这个途径传染上第一夫人，然后传染到川普的可能性非常大。那么川普总统本来是他这个助理在10月1号就已经确认已经感染阳性之后，他自己和第一夫人梅拉利亚接受了检测，在等待检测报告时候，他发过一个推特，就说明他的助理已经感染上，他们本人呢正在等待检测结果。这个时候呢，看到这个推呢，我们心里面就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很快呢，华盛顿时间10月2号的凌晨，川普总统发出了这么一个推，这个推文上面他明确说到，他和第一夫人梅拉利亚两人检测都是阳性，现在呢需要精心的治疗，相信呢能够度过这个难关。那么川普总统亲自认定了他本人已经得到阳性以后，这么全世界就炸开了锅。那么有人欢喜有人忧，那么中共是一片欢腾，民主党毫无疑问来讲也是一片欢腾，只不过呢表面上人家不会做得那么难看。到了10月2号的白天，川普总统呢他在白宫里面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时间很短，只有10几秒。他实际上通过这个讲话是告诉美国人民，他的身体很健康，他个人没什么问题，他现在仅仅是检测是阳性，但是对他本人的这个履职和他本人的这个身体状况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让美国人民放心。I want to thank everybody for the tremendous support. I'm going to Walter Reed Hospital. I think I'm doing very well, but we're going to make sure that things work out. The First Lady is doing very well. So thank you very much. I appreciate it. I will never forget it. Thank you. 但是呢，白宫的医疗团队呢，坚持要把川普总统从白宫移出去，因为白宫毕竟是一个政治指挥中心，不是医疗中心。川普总统不适合于继续待在这个政治指挥中心，因为这个地方很可能会接触很多白宫其他的人员，有可能会有交叉感染。所以川普总统的医疗团队坚持强制要求川普总统转到军队的医疗中心，
因为美国有一个沃尔特军事医疗中心，它实际上就是国家总统在战时的一个军事指挥中心。这个医疗中心配备了所有的医疗设施，同时也有总统套间、总统指挥室。所以说，川普总统到那里完全不影响他自己对全国的指挥，并且呢，可以在这个军事医疗中心呢接受专家对他的治疗。最重要是，川普总统太辛苦了，这么长时间来，他非常的劳累，他急需要给他休息，好好的安顿休息以后，川普总统他的精力一定得到恢复以后，他的免疫力就提高了。所以说，经过几天精心的治疗和他安静的休息，那么相信川普总统很快就可以恢复过来。而白宫呢，并不需要川普总统待在白宫，因为彭斯副总统他们夫妇检测的报告已经出来，彭斯副总统检测都是阴性，包括蓬佩奥国务卿他们夫妇检测也是阴性，所以美国白宫有彭斯副总统坐镇，而国务卿蓬佩奥仍然在全世界，在各个美国盟国继续执行他的外交事务。彭斯副总统和国务卿蓬佩奥他们紧密的辅佐川普总统，在川普总统的指挥下，完整的度过现在的这个治疗期。而这个治疗期，我觉得最多就是2个礼拜嘛，14天肯定就可以完善了嘛。所以说，川普总统在他自己向全国人民发出一个电视慰问之后，然后他就接受了医疗团队对他的安排，然后走出白宫，乘坐他的专机到达沃尔特军事医疗中心。那么我们大家从这个视频画面上可以看出，川普总统的精神是非常昂扬的。他整个本人从他的精神面貌、他讲话的态度和他走路的那个大步流星，你就可以看出川普总统是非常健康的。目前来讲，转到这个沃尔特军事医疗中心，仅仅是为了保证总统身体健康安全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让川普总统尽量少的接触白宫的其他工作人员，防止交叉感染。尽快的让川普总统得到一个有效的休息和有效的治疗之后，在1到2周之内让川普总统迅速的恢复。那么川普总统主要还是太累了，因为这段时间他参加各个州的这个总统竞选造势，每天处理国事之外，还要飞往全国各个州。有一次在宾夕法尼亚州，在大雨中，他仍然冒雨演讲。他那张背影的图片，很多人看了以后都很心疼，因为一个70多岁的老人战斗在竞选岗位上，为美国人民奉献到他自己每一分每一秒。他为的是美国人民，他为谁啊？所有的左派媒体不断的去抹黑他。你想想看，川普总统如果为了他自己一个亿万富翁，他早就可以在家颐养天年，儿孙绕膝。川普总统要什么没有什么，要钱有钱，要美女有美女，要优秀的儿孙有优秀的儿孙。作为一个70多岁的
的老人，他完全可以在家里面喝喝咖啡、打打高尔夫，然后养好他的身体，多活几年。但是他现在完全把他自己的精力交给美国人民，交给上帝安排给他的所有的事物，因为他要回归美国的价值观，要保证美国在美国开国元勋们的指导下，让美国拨乱反正，让美国走向一个文明发展的光明大道。所以川普总统他在长期在疲劳中工作，由于他长期的体力过支嘛，每天的睡眠很少嘛，饮食也不是很正常嘛，所以他自身的免疫力就必然下降嘛。现在只有通过充足的休息和一流的医疗专家对他的健康恢复，然后让川普总统养精蓄锐，在休整1-2个礼拜以后重出江湖。昨天晚上川普总统他确诊以后，可以讲美国的很多左派的那些左棍们啊和中共呢都在狂欢。当然了，美国民主党的大佬们，无论是Nancy Pelosi还是民主党的总统竞选人拜登和他的搭档贺锦丽，都向川普总统发表了他们的慰问电。他们没有做的那么难看，只是呢很多左派的媒体以及一些普通的左派的党棍，这些民主党人呢都在狂欢。尤其呢是中共的那小粉红在不断的高呼口号，他们高兴死了，说是特朗普报应啊，说是特朗普染上病毒，就是在中国的中秋节和国庆节给中国送来的巨大的礼物啊。在北京街头有2个妇女举国欢庆，普天同庆，非常非常好，这是特朗普给中国的一个献礼。他们喜形于色啊，通通高兴的就说太好了，特朗普受到打击，他们太好了。我不知道这些小粉红，中共的这些无耻的这些爪牙们，你们狂欢在哪里？你们很快就会接受到美国对你们的巨大打击。对美国来说也有2波。第一波，也就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很快就会得到确认；第二波就是川普总统很快会恢复，一定会得到连任。这是对于美国的左棍来讲。那么对于中共来讲的话，川普总统经过此次接纳以后，一定会把中共把它上升到一个邪恶的恐怖集团，一个对美国发生了生物袭击的恐怖集团，把中共定为犯罪集团之后，然后铲除和消灭中共。至于习近平，你就等着川普的无人机在中南海上空盘旋吧。所以你别看这个北京街头这2个北京妇女高兴成这个样，因为全国像他们这2个妇女持一样的心情，高兴的人有的是。在整个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无论是微博还是微信啊，这些莺歌燕舞欢声笑语的人有的是啊。但是你别笑得太早，可以讲1945年4月12号，美国当时连任的总统罗斯福总统因为突发脑溢血在佐治亚州逝世了，时年呢只有63岁。他是美国的第32任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连任4届的总统。他最终是病逝于他第4届的任期中。当时他去世的时候，包括希特勒在内的所有纳粹的高官都躲在这个柏林的地下室里面狂欢啊，他们又是开香槟啊，又是喝酒啦，他们庆祝啊，没庆祝几天哇，半个月不到啊，就在4月30号啊，希特勒就带着他的情妇艾娃就服毒开枪自杀了哇，你快活几天啊？所以说现在的小粉红和那些左棍把他们的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川普总统和共和党的这个痛苦之上的这些人，很快你们就会看到你们哭的结果，你们那时候哭还来不及。在川普总统他中招之后，全世界各国政要都纷纷的发出各种慰问信件、慰问电报，或者是一些慰问的推特，对川普总统本人和他的病情表示极大的关心和慰问。包括三胖金正恩，他都发布了他自己对川普总统夫妇的慰问电，这是破天荒的，在朝鲜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所以说三胖比习近平的智慧高多了。三胖知道在这个时候能够体现出他对川普总统的慰问和关心，也表现了三胖他对川普总统的这份尊敬。而习近平呢？习近平是这个病毒制造的罪魁祸首，他现在慰问不慰问都不重要，他慰问也是猫哭耗子，他不慰问川普总统根本不需要他慰问。川普总统在他自己恢复了元气以后，川普会用无人机来慰问你习近平。整个这个10月惊奇，可能很少有人能想到，习近平和习近平控制的中国共产党，他们输送的这个病毒，在今年1月份给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染上这个病毒之后，尤其是给美国造成了美国感染人数最多、死亡人数最多，给美国造成了最大的这个经济伤害之后，在10月惊奇的第一天，居然把总统和嫡夫人全部感染上了。可能很少有人想到，这是中共的一种病毒战争的手段。但是美国川普总统的幕僚已经看到了这一点。那么川普总统他在这个10月一进入10月就被击倒了。那么这种击倒在大家都忧心忡忡的时候，我觉得也未必是坏事。因为什么？川普总统凭他的这个身体素质，我相信川普总统一定可以调整恢复过来，而且是投入到更好的精力、
加入到选战，川普总统一定能够获得胜选。而对川普总统的这种打击呢，反而导致了那些很多摇摆州的选民啊，看到川普总统为国家呕心沥血，在这种关键的时候还受到袭击，他仍然保持着高昂的姿态，能够投入到选战，为美国人民服务的时候，这些人可能就更加会支持川普总统。尤其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过去对川普总统持有怀疑态度的人，在这个病毒战的面前，至少有一种川普总统他本人也感染上病毒啊，和我们很多我们家里面已经感染上其他病毒的人，我们不都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啊。所以说，我觉得未必是坏事，很可能是通过这个病毒袭击，可以让川普总统凝聚到更多的和他一起有共同受到这一场灾难袭击的人，他们共同的人心。因此，川普总统获得连任的这个概率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个10月惊奇，他这个惊奇之前是有铺垫的啊。9月份就有了金斯伯格大法官他去世的这件事啊。这金斯伯格大法官他早不去世晚不去世，他就是赶在大选前1个多月他就去世了。那么他去世了，毫无疑问来讲，最高法院大法官川普总统就可以提名了嘛。这个提名你看看现在多么关键啊！因为选战也好，最终2个总统竞选人，由于川普总统他本人身体现在受到感染，是否能够如期选举都有可能是未知数。一旦发生各种纠纷，那肯定要最高法院大法官来确认。所以现在当务之急的是参议院要迅速确认巴雷特大法官的提名，在大法官队伍全部齐整的情况下，那么如果出现任何纠纷，国家出现任何重大事情难以决断的时候，就靠最高法院9个大法官，他们用他们的选票来决定美国的命运。因此来讲，现在巴雷特大法官的任命现在就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而且这也是对共和党对川普总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极为重要的法律保障。因此来讲，参议院就要迅速通过对巴雷特大法官的这个任命。目前来讲，对巴雷特大法官的任命呢，现在呢在参议院呢已经紧锣密鼓的进行，只是呢在联邦参议院呢有很多民主党的这些议员呢，他们都在反对。其中呢一个资深的民主党的议员叫范士丹，是个老太太，她率领了有10个民主党籍的参议员呢，正式向参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林瑞姆呢提出呢要求推迟大法官的提名人巴雷特的核准呢，要到下届总统正式就职之后。范士丹他们的声明就说，时间太短，没有足够的时间对巴雷特做必要的背景调查。但是呢，格林瑞姆和共和党的参议员呢，一口就否决了这个范士丹的要求，因为格林瑞姆就说，巴雷特他非常合适，而且他本人在2017年通过上诉法庭的严格审查程序，对他的背景调查是足够的，而且完全已经通过的，并且就是你们民主党通过的。所以说，格林瑞姆讲的这番话，正是我分析川普总统为什么提名巴雷特作为大法官。其实川普总统在他的榜单上有20多个大法官，女性法官也有好几个。为什么提名巴雷特呢？我觉得川普总统一定是有这样的考虑的，就是说巴雷特他提名可以得到迅速通过。为什么说巴雷特提名可以得到迅速通过呢？因为巴雷特是2017年川普总统提名他担任上诉法院巡回法庭的高级法官的时候，就经过了民主党参议院的审核，经过了背景调查。当时2017年是民主党在参议院里面占多数党，在对巴雷特反复刁难、反复审查、反复考察他的背景之后，那么最终民主党占多数的参议院是通过了巴雷特的背景调查，任命了他为上诉法院的法官的。那么同样，现在民主党人反对，问题是当年你们已经背景调查过，你们已经通过了，你们完全同意，那时候你们是多数党，在你们已经同意的情况下，今天再一次审查，不同样还是这个背景吗？你们既然通过了上次的背景，今天你有什么理由来反对，说是你们当年通过的背景调查就不合格了呢？毫无疑问来讲，人还是那个人，背景还是那个背景。那么巴雷特大法官在上次上诉法院法官背景调查是合格的，那这次大法官背景调查还是合格的。因此参议院的多数党现在是共和党，而共和党只要有多数票认定巴雷特大法官他的背景调查合格，他的大法官任职资格有效，那么迅速的进行投票，那么巴雷特就可以得到任命。在10月1号，美国有22个州共和党籍的检察长，他们都联署了公开信，要求联邦参议院尽快核准川普总统提名的这个大法官。因为这些共和党籍的州检察长，他们引用了2016年民主党籍的州检察长支持加兰德大法官的例子。因为当时是民主党在参议院占多数党，当时奥巴马在他自己要卸任的那一年2016年，
他提名了一个民主党大法官叫加兰德。在这次提名中，当时所有民主党的州检察长他们都说了，宪法明确规定了填补高等法院职位空缺的程序，总统有责任提名人选，而参议院有责任考虑批准或者是不批准，这是法律规定和宪法赋予参议院他必须要承担的一个责任。因此，你们既然民主党在2016年对加兰德大法官进行任命的时候，你们理由十分充分，你们遵守美国宪法，那么今天2020年对巴雷特大法官的提名，不同样是适用相同的美国宪法、相同的美国法律吗？那么美国参议院现在还有什么理由拖延呢？就应当立即批准吗？因此，民主党的参议员范士丹他提出的要什么对巴雷特大法官的任命放到下一届总统任职之后再来举行，是完全没有必要，而且是完全让法律有了一段时间的真空，这个是绝对不行的，法律上绝对不允许。这就是我们过去讲的国不可一日无君。美国它不是一个君王的领导，美国是三权分立，也就是行政、立法和司法。那么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每一个机构的首脑，每一个机构里面应当负有责任的这些人员都必须完全到位，不可能产生什么空缺。所以说，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这个主席格林瑞姆他已经明确表态，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已经计划在10月12号举行核准听证会，并且在10月下旬就会举行巴雷特大法官的这个投票表决。一旦投票表决通过，那么巴雷特大法官就在本月底，就是10月下旬就可以得到完全的任命。所以说，大法官的确立是制度上的保证，是法律上的保证。不管川普总统他这次身体会恢复成什么样，哪怕川普总统身体就是恶化了，就像约翰逊一样，最终恶化到哪怕就不能够履职了，也不影响共和党的继承人。比方说，川普总统不能履职，那肯定是彭斯副总统上。那么彭斯副总统毫无疑问会坚持川普总统所有的治国方略。同时，最高法院9个大法官已经能够确保彭斯副总统能够沿着川普总统已经开辟的路线进行到底。因此，在9个大法官完全确立以后，也就是川普总统这一届的内阁，从司法上、从法律上、从国家制度上已经有了有效的保证。所以说，川普总统康复归来，这是不久的将来。所以说，我们期待着川普总统在精心休养以后光荣归来。等到川普总统他归来之后，参与美国大选，并且在大选中获得胜利，带领美国制造美国的再次伟大。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说到这里，谢谢大家。